意料之外的应允让魏无羡有些懵，直到一起进了酒店的自助餐厅，看着那人跟在自己身边也拿了盘双份泡菜的章鱼烧，他才像想起来什么似的，提醒着蓝湛，这个泡菜挺辣的。那人面不改色地应了一句原本还想再说点什么，却被突然出现的江澄打乱了。金子轩跟在江燕离身边，端着2份大阪烧也坐了过来，压根没注意到餐桌上多个了人，侧脸对身边的人说，一会要不要去神社？这附近有家神社，听说许愿很灵的。江澄嗤笑一声，头也不抬地揶揄道，金大少爷还信这个？魏无羡也在心里连连附和，没想到江燕离居然应允了。金子轩像没听见这声嘲讽一样，起身又去拿了2份酸奶，献宝一样放在了江燕离面前。他也去拿了2杯水，放在蓝忘机面前，问蓝湛一起吗？虽然许愿这种事，蓝忘机接过水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一起。江澄微微有些愣，抬头看着他，我的水呢？魏无羡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你没手吗？自己拿去。吃完饭几个人步行到神社，金子轩提议大家分开观光，1小时后门口见。江澄心知肚明，这孙子想要和江燕离独处，说什么都要跟在后面，最后就剩他俩并肩而行，一路走到鸟居前，停了下来，互相看了一眼，而后又十分默契地鞠躬拜了一拜，继续并肩穿过参道，在守水社前洗手漱口。这郑重的仪式让魏无羡突然有种在参加婚礼的错觉。2人进入拜殿，在主殿前方摇完铃，一同鞠躬行参拜礼。空荡的殿内仿佛有个声音在不断回响，1鞠躬，2鞠躬。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和蓝忘机一同在教堂里行礼的画面，惊得魏无羡立刻睁开了眼睛，心跳骤然加速。侧目看去，那人闭着眼睛在虔诚许愿。蓝湛的睫毛好长，他凑近了几分，看着蓝忘机上翘的睫毛，鬼使神差地伸手过去想碰一碰，在触手可及时，对方睁开了双眼，一双浅色眼眸看着他，水灵灵的，还隐隐放着电。那只手尴尬地停在空中，将落不落，几秒后才收回来，挠了挠头。也许是做坏事被人现场抓包，也许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感觉脸颊微微发烫，呼吸也有些困难，十分不自然地咽了咽口水，心想蓝湛的嘴唇看上去好软。视线落在那殷殷红唇上，他不知不觉地又凑近了几分。下一秒，唇瓣处突然传来一阵压迫感，他微微睁大了眼睛，看着蓝忘机那双浅色的眼眸，心想完了，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居然又亲。联想到上次摆凤山意外的亲吻后，蓝忘机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着自己，他的身子僵了一下，刚想拉开距离，却感觉到唇上传来一阵温润的触感。魏无羡瞬间呆住了，直到那人的头收了回去，唇上泛着丝丝凉意，他还呆滞地保持着刚刚偷窥的姿势，大脑一片空白。蓝忘机侧过头去，低咳一声，他才微微回过神，瞧见那人的耳垂微微泛着红，脸上的温度骤然升高。魏无羡眨了眨眼睛，心想刚刚到底是我亲了蓝湛，还是蓝湛亲了我？魏婴。他条件反射般的应了一声，抬眸看着那人炙热的视线，大脑再次停止了工作，四目相对间，魏无羡听到了自己已然失控的心跳声。蓝忘机的嘴唇动了动，刚想说什么，就被江澄一声震耳欲聋的叫喊声打断，金子轩，你放开我姐。2人闻声看去，在拜殿外的参道上，金子轩抱住了江燕离，被江澄怒骂着拉开后，脸突然就红得像熟透了的番茄，支支吾吾地说了什么，江澄就愣住了。魏无羡立刻赶了过去，走近时看到江燕离红着脸颊，腼腆地笑着，对金子轩说，我愿意。也不知道是不是早有预谋，魏无羡看着走在前面的金子轩和江燕离，翻了个白眼，不断在心里腹诽着，伸手拍了下江澄，你看，他先是居心叵测地提议去神社，然后又当众耍流氓，再意外求婚，怎么这货追起人来这么触目惊心呢？你刚刚愣什么愣？又不是冲你求婚，你怎么都不提个反对意见？江澄哼了一声，触目惊心是这么用的吗？你这是被金子轩惊的连话都不会说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谁让阿姐喜欢呢？魏无羡呸了一声，
继续盯着金子轩，发现他的手在空中抓了几下，似乎是想拉江燕离的手。下一秒，江燕离主动握住了金子轩的手。他翻了个白眼，心想，真不知道前段时间拼命反对这门婚事的是谁。江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在耳边嘀咕道：“你看那小子是不是双拐了？”魏无羡细细打量了一番，果真发现金子轩走路双拐了。显然江燕离也发现了，双手抱着他的手臂，一起调整着步伐。金子轩侧过脸来看着江燕离，魏无羡这才发现，这货的耳朵也红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没那么讨厌这只金孔雀了。中午在神社附近随意填了填肚子，一行人又四处逛了逛，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魏无羡总觉得蓝忘机看向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太对。他的心七上八下地，不断回忆着神社的那一吻，心想，糟糕了，历史会不会重演？但是仔细想来，对方好像并没有刻意躲避着肢体接触，甚至午餐时还夹了几块肉过来，这暧昧的举止连江澄都注意到了，瞧过来的眼神也变得怪怪的。魏无羡的大脑完全罢工了，一下午都在蓝湛好像不讨厌我和蓝湛为什么没反应的疑问纠结中走不出来，整个人完全不在状态。金子轩将他和江燕离在一起的事告诉了金妈，决定陪江燕离回英国见亲友。金夫人见两人在一起了，便提议他们在英国订婚，然后再回国结婚，这样两边的亲友都能照顾到。江燕离没反对，两家长辈立刻商量了下日子，定在了下周。接到消息后，魏无羡开始收拾行李，整理的差不多时，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见蓝忘机提着一盒章鱼烧，静静地站在门口，盯着纸盒上的商标，他微微怔了几秒，那是早饭时他随口提到的自己最喜欢的一家店。蓝忘机走进屋，将纸盒放在桌子上，看着床上凌乱不堪的衣物和地上塞到一半的行李箱，攥紧了拳头，语气有些冰冷：“你在干什么？”他打开纸盒，插起一个丸子塞进嘴里：“哦，我得回英国一趟，收拾一下行李。”那人回头看着他，眼神暗了几分：“什么时候走？”“明天早上。”“多久回来？”“我不确定。”蓝忘机突然转过身，几步便走到了跟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力气大到他下意识地嘶了一声。那人的力度未减反增，声音愈加冰冷，眸间似有一缕冰花飘过：“为什么突然要走？”